宇宙浩瀚无垠。如果没有外星人，那简直太无聊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有外星人来到地球，想要深入了解人类这个物种，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荒诞的问题，但当我们真正开始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关于我们自身最深层的秘密。一艘来自遥远星系的外星飞船悄无声息地降落在地球上，它们拥有远超人类的科技，能够跨越光年的距离来到我们的星球。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研究人类。但问题是，浩瀚宇宙中生活着超过80亿人，他们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那么他们会如何选择呢？是选择那些最聪明的科学家吗？或者他们会寻找那些最独特的个体，那些在某些方面与绝大多数人类截然不同的人？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这段奇妙之旅。让我们从一群特殊的人开始，那些至今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中的人们。想象一下，在亚马逊雨林深处，在新几内亚的高山上，在非洲中部茂密的丛林里，生活着一些与外界几乎没有联系的人类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几万年前的祖先几乎没有太大区别。狩猎、采集、生食、钻木取火，这些在我们看来属于远古时代的场景，却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全部。如果你是外星人，想要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你会怎么做？你会仔细阅读人类的历史书籍吗？你会分析那些高楼大厦、互联网、核武器吗？不，你会想要找到最原始的样本，因为只有最原始的样本才能告诉你这个物种最初是什么样子。原始部落中的人们就像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人类学家在有关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已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是何等有价值。某个部落的正式习俗也许90%与邻近部落相同，但却恰恰否定了核心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论其在整体中的比率是多么小，都可能使该民族的未来向独特的方向发展。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尽管原始部落和现代文明看起来天差地别，但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血缘关系、领地意识、首领制度、分配方式，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外星人研究几个原始部落，就能理解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更重要的是，这些原始部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群体。他们天然地控制了许多变量，是做社会调查的黄金样本。有些学者把原始部落看作人类文明的幼年，从他们身上发现过去的自己；有些学者则专注于对照研究，试图区分生物学因素和文化因素对人类的影响。你想知道人类在没有文字、没有货币、没有汽车之前是如何组织社会的吗？那就去看一个原始部落吧。想理解我们的祖先为什么选择了群居生活，为什么发展出了语言，为什么有了图腾崇拜，答案就在那里。所以，如果外星人想要研究人类的起源和演化，原始部落中的长老和祭司一定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对象。这些人掌握着最古老的知识，他们知道如何用最原始的方式与神灵沟通。他们记得部落的每一个传说和禁忌，
它们是人类与远古对话的最后通道。继续我们的思考，假设你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原始部落样本，现在你想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的思想，而你深知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要理解一个物种如何思考，就必须研究它们的语言。你知道吗？目前世界上现存大约7000多种语言，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说，到本世纪末，全球有1半的语言可能会消亡。这意味着平均每2周就有某种语言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每一种濒危语言都可能蕴含着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独特可能。濒危语言在理论语言学研究、语言哲学研究以及语言类型学研究等方面潜藏着巨大语言学价值。在人类文化知识、人类历史以及人类思维方式研究等方面蕴含重要文化价值。每一门濒危语言的消失，都像是图书馆的一场火灾，我们永远失去了某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举个例子，在亚马逊雨林中，有一个叫做皮亚罗亚的部落，他们使用的语言里有几十个描述植物的词汇，每一个词都对应着一种特定的植物种类和它们的用途。科学家发现，学习这些词汇的孩子对植物的理解远比使用其他语言的孩子深刻得多。这意味着皮亚罗亚语中蕴含着一种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一种我们即将永远失去的方式。如果你是外星人，你会对什么感兴趣？当然是那些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代表着无限可能性的东西。濒危语言的传人们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装着人类智慧的一种独特形态。有一门叫做阿亚科语的秘鲁方言，据说只有几个人还会说了。有一位老奶奶是这门语言最后的母语者之一，她今年已经90多岁了。当她闭上眼睛的时候，她会用一种没有任何其他语言能够精确翻译的方式描述她祖母的故事。她描述一个动作会同时使用3种时态：过去、现在、未来，仿佛时间在她的语言里是一个可以同时经历的东西。这种思维方式在任何字典里都找不到，在任何教科书里都学不到。它正在随着他的心跳一起，一秒一秒地消逝。所以，濒危语言的研究者，那些掌握着即将消失语言的人，一定是外星人心目中的研究珍宝，因为他们代表着人类智慧的边界，代表着人类可能性的极限。当你失去一个人的时候，你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会说话的身体，你失去的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一种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一个独特的故事宇宙。这些东西永远不可能被第二次创造出来。现在你已经理解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思维方式，接下来你想更深入地了解人类是什么，人类从哪里来，生命是如何在地球上诞生的，进化的力量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答案在哪里？在那些研究生命起源的科学家那里。想象一下，有一群人，他们一辈子都在追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生命是什么？他们是生物学家，是古生物学家，是分子遗传学家。他们研究化石，分析 DNA， 培养细胞，计算演化的时间线。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理解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是外星人，你想研究人类的生物学基础，你会怎么做？你会从最简单的开始，你会想知道这个物种的祖先是谁，
它们是如何从其他生物演化而来的，它们与哪些物种有着共同的祖先，它们身上携带着哪些远古的印记。古生物学家就像是时间的侦探，他们在岩石中寻找化石，在化石中寻找线索，在线索中寻找故事。当他们在东非的大地上挖掘出32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露西的骨骼时，他们不仅仅发现了一具骨架，他们发现了一个连接古今的桥梁。通过研究露西，他们理解了人类直立行走的起源，理解了我们的祖先是如何从树上来到了地面。分子生物学家则用另一种方式探索生命的秘密，他们研究 DNA， 研究基因，研究那些决定我们是人的分子机制。当他们发现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8%时，他们理解了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生物的关系。当他们发现某些基因在人类身上发生了独特的突变时，他们开始理解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了人类。这些科学家们掌握着关于生命最深层的秘密，他们知道生命如何在38亿年前出现在海洋里，如何在5亿年前爬上陆地，如何在6600万年前那场灾难中幸存，如何在大约700万年前开始与黑猩猩分道扬镳。他们知道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的来历，知道我们血液里流淌的盐分与远古海洋的成分相同，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如何在数百万年的进化中形成的。所以，如果外星人想要理解人类的身体，理解生命的奥秘，研究人类基因组的科学家们，以及那些发现第一只4足动物登上陆地的古生物学家们，一定是他们最想要的研究对象。这些人的头脑里装着一部完整的生命史诗。现在，我们来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当你理解了人类的过去，想要理解人类的未来时，你会把目光投向哪里？答案是星空。如果外星人想要研究一个物种的野心和梦想，他们会关注那些仰望星空的人，天文学家、航天工程师 cosmologists， 那些致力于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在宇宙中是否孤独，这些终极问题的人。想象一下，一个来自遥远星系的外星文明，他们跨越了无数个光年来到这里。他们遇到的第一个人类，竟然在建造一种叫做望远镜的东西，试图用这种原始的设备去窥探宇宙的秘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一定会感到好奇，这个物种的野心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是的，从第一只眼睛在寒武纪的海底睁开开始，生命就一直在朝着光明前进。达尔文在他的笔记本上画出了第一棵生命之树，开普勒用数学公式描述了行星的轨道，伽利略把望远镜对准了木星的卫星，爱因斯坦用相对论重新定义了时空。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宇宙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对未知的追问。20世纪60年代，天文学家开始建造射电望远镜，试图接收来自宇宙深处的信号。1977年，科学家们收到了一个神秘的信号，哇！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它来自哪里。人类已经向宇宙发送了旅行者号探测器，它携带着一块金唱片，记录了地球的声音、人类的形象，以及我们的数学和科学知识。它正在穿越太阳系的边界，朝着银河系的深处飞去。
SETI 计划搜寻地外文明计划已经持续了60年，在这60年里，人类一直在监听宇宙的每一个角落，试图找到哪怕一丁点儿人工信号的痕迹。虽然至今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但人类从未放弃。如果你是外星人，你会对什么感兴趣？你会对外星文明，也就是你自己感兴趣吗？不，你会对这个物种的好奇心感兴趣。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如果一个物种在没有任何实际好处的情况下，仍然花费大量资源去探索宇宙，去寻找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其他文明，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物种有一种独特的精神，一种超越物质、追求意义的精神。天文学家们掌握着关于宇宙最深层的知识，他们知道宇宙的年龄是137亿年，知道银河系中有超过2000亿颗恒星，知道宇宙正在加速膨胀，知道宇宙的命运可能是一片寒冷和黑暗。他们也知道，人类是宇宙中已知唯一知道宇宙年龄的生命。所以，研究宇宙的人、探索太空的人、寻找地外文明的人，这些人的价值不只是他们的知识，更是他们的精神，因为他们代表着人类最崇高的一面，永不满足于已知，永远渴望探索未知。你已经理解了人类的起源、身体和野心，但还有一个维度是你必须研究的人类的记忆。你会问自己，一个物种如果没有记忆会怎样？他们就不会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会知道自己曾经犯过什么错误，不会知道自己曾经取得过什么辉煌。没有记忆的物种就像没有日记的人生一样，浑浑噩噩，永远无法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所以，外星人一定会对人类的历史学家、档案学家、图书馆管理员们感兴趣。这些人的工作是保存人类的记忆。想象一下，在巴黎的地下有一个地方叫做法国国家档案馆，那里的地下室里保存着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现在的所有重要文件。在英格兰的温彻斯特大教堂里，保存着数百年来的婚礼记录和墓碑铭文。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家图书馆里，保存着人类最早的宗教经典和最古老的地图。历史学家们不只是在记录过去，他们也在解释过去。他们试图从残缺的文献中重建完整的图景，从零散的事件中找出规律，从死去的文字中唤醒活着的智慧。修昔底德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让我们理解了人性中权力和恐惧的永恒博弈。司马迁忍辱负重写下了《史记》，让我们理解了中华文明的源头。李维写下了罗马的历史，让我们理解了帝国兴衰的规律。档案学家们的工作更加默默无闻，但同样重要。他们收集、整理、保存那些可能被所有人遗忘的日常文件。一份不起眼的购物清单可能记录了古代经济的运作方式，一张褪色的家书可能揭示了某个历史时期普通人生活的真实状态，一份法院的判决书可能记录了人类追求正义的漫长历程。如果你是外星人，你会怎么做？你会花时间研究人类的战争史吗？你会研究他们的政治制度吗？你会研究他们的经济发展吗？也许都会，但更重要的是，你会研究他们如何记住自己的过去，如何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如何把自己文化的种子传给下一代。因为你知道，
一个物种对待记忆的态度，决定了这个物种能走多远。记忆让经验得以积累，让智慧得以传承，让文明得以延续。失去记忆的物种，就像被切断了历史的树，无论长得多么高大，都无法理解自己的根在哪里。所以，那些守护人类记忆的人，历史学家、档案学家、图书馆员、口述历史的记录者，他们的价值被远远低估了。他们不是在与过去打交道，他们是在保护人类的未来，让我们进入一个更加奇妙的领域艺术的世界。如果外星人已经理解了人类的社会结构、语言、生物学、历史，他们接下来会研究什么？答案是人类的情感和审美。而那些最能代表人类情感和审美的，是艺术家们、音乐家、画家、诗人、舞蹈家、雕塑家。你会问，为什么是艺术家、科学家，不是更能代表人类智慧的高度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答案是，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艺术家告诉我们世界感觉如何。而感觉如何，恰恰是最难被量化、最难被复制的部分。想象一下，一个外星人听到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当合唱团唱起“欢乐啊，神圣的火花”时，他感受到了什么？他能理解为什么人类会流泪吗？他能理解为什么这首曲子被称为乐圣的巅峰之作吗？音乐是什么？音乐是一种直接作用于情感的东西。一段旋律可以让你想起童年的某个下午，一段节奏可以让你忍不住想跳舞，一段和弦可以让你感到深深的悲伤或难以言喻的喜悦。科学家们至今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某些声音组合能引起人类的情感反应，但艺术家们却能精准地操控这些反应。贝多芬失聪之后写下了第9交响曲，梵高在精神病院里画出了星空，鲁迅在深夜里写下了呐喊。他们把最深沉的痛苦、最炽热的渴望、最复杂的情感，转化成了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形式。他们的作品是人类灵魂最直接的表达。画家们用色彩和线条来表达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东西。当你看蒙娜丽莎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是一个女人的微笑吗？不，你看到的是人类对美的好奇，对神秘的追求，对永恒的渴望。当你看梵高的向日葵时，你看到的不是几朵花，你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人在绝望中对生命的热爱。诗人们用文字构建了另一个宇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用20个字就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夜晚。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用14行诗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追求。诗歌是语言的精华，是情感的高度浓缩，是智慧的高度提炼。所以，如果外星人想要理解人类最深层的情感，他们一定会去研究艺术家。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人类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创造那些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一个作曲家可以用几个月的时间去写一部交响曲，为什么一个画家可以花几年时间画一幅画，为什么一个诗人可以为一个句子冥思苦想一整天。答案是什么？是因为这些创作本身就是意义。在创造美的过程中，人类找到了存在的价值；在欣赏美的过程中，人类找到了生命的喜悦；
美不是目的，美就是一切。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另一个维度——时间。如果外星人想要研究人类的一生，从生到死，从幼到老，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寻找那些经历了完整人生的人，100岁老人。他们的身体里记录着人类1个世纪的历史，他们的记忆中储存着人类最真实的过去。想象一下，在中国某个偏远的山村里，住着一位103岁的老奶奶。她出生的时候，辛亥革命刚刚爆发，清朝刚刚结束。她小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每天躲在山洞里看着村庄被轰炸。她结过3次婚，每一次都因为战争或疾病而失去丈夫。她亲眼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亲眼看着自己的子孙从饥寒交迫走向小康生活。她的身体是一部活的历史书，她的每一个皱纹都记录着某个历史事件的影响，她的每一次生病和康复都反映着那个年代的医疗水平。她的每一个决定，嫁给谁，在哪里生活，教育哪个孩子，都受着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如果你是外星人，你想要理解时间对人类的影响，你会怎么做？你会研究那些经历了漫长人生的人，他们的身体如何衰老，他们的记忆如何变化，他们如何面对死亡的临近，他们如何在生命的尽头回顾自己的一生。100岁老人们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看着世界从战火纷飞走向和平繁荣，从马车时代走向互联网时代，从信件时代走向视频时代。他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变化之一，他们知道昨天是什么样子，他们正在经历今天，他们可能看不到明天，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最珍贵的史书。还有一类人，外星人一定会特别感兴趣，那些专门收集口述历史的人。在民间有很多这样的故事讲述者，他们不识字，但他们的脑子里装着几百个故事，几千首歌谣，无数的民间智慧。他们是活着的图书馆，是会呼吸的档案。当一个90岁的老人讲述他小时候听爷爷讲的那些故事时，他实际上是在传递人类最初的信息。那些故事可能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他们穿越了战争、灾难、移民、朝代更替，最终来到了今天。每一个故事里都藏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方式和最古老的精神追求。所以100岁老人们、故事传承者们，他们不只是在度过自己的人生，他们是在守护人类的时间记忆。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维度，人类意识本身。如果外星人想要研究人类的思维、意识、自我认知，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寻找那些专门研究大脑的人，神经科学家、认知心理学家、人工智能研究者，因为这些人的工作就是理解人类最神秘的器官——大脑。你可能不知道，大脑是我们身体里最不了解的器官。心脏我们知道是怎么工作的，肺我们知道是怎么工作的，肝脏我们知道是怎么工作的，但大脑呢？人类对大脑的了解可能比对宇宙的了解还要少。想象一下，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每一个都与其他数千个细胞有着复杂的连接，形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产生了意识、思维、情感、自我。这个网络让你能够阅读这些文字，让你能够思考这些想法，
让你能够想象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这就是大脑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东西。神经科学家们正在试图破解这个谜团。他们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来观察大脑，在思考时哪个区域会变得活跃。他们用电极来刺激特定的神经元，看会发生什么。他们研究那些大脑受损的病人，来理解不同区域的功能。他们的目标是理解大脑是如何产生意识的。意识是什么？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别人？为什么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一个统一的、连续的、属于我的世界？为什么我不能进入你的意识，感受你的感受？这些问题是科学最后的边疆，而那些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的人，神经科学家、认知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他们的价值无法估量。还有一类人，外星人一定非常感兴趣，人工智能研究者。这些人正在试图创造出与人类智能相当或超越人类智能的机器。他们是在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吗？他们是在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吗？他们是在为人类打开通往永生的门吗？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们正在探索人类智能的本质。他们通过对机器智能的研究来理解人类智能的原理。他们的工作可能会彻底改变人类对自身的认知。所以，如果外星人想要理解人类的意识，理解思维的奥秘，理解自我是什么，他们一定会去找那些研究大脑和研究人工智能的人。因为这些人的工作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最深处。其实外星人最感兴趣的，可能不是那些最有权势的人，不是那些最富有的人，而是那些拥有独特价值的人。他们会选择原始部落的人，因为这些人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他们会选择濒危语言的传承人，因为这些人代表着人类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他们会选择研究生命的科学家，因为这些人掌握着生命最深层的秘密。他们会选择仰望星空的天文学家，因为这些人代表着人类最崇高的追求。他们会选择守护记忆的历史学家，因为这些人保护着人类的时间。他们会选择艺术家，因为这些人表达着人类最深沉的情感。他们会选择100岁老人，因为这些人见证了时间的流逝。他们会选择研究大脑的科学家，因为这些人正在探索意识最后的边疆。晚安，愿你在梦中与星辰相遇。